前面2讲我们讨论了在我们人类文化体系当中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在这些不同的理解当中，对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生命观，我把它总结为3大类4种。而印度人民普遍信仰的生命观是三世说的生命观，也就是相信生命是生死轮回的。这是理解印度文明的一把钥匙，这是我们学习佛陀教法的一个思想基础。当然，印度人不仅仅是相信三世说的生命观，而古代印度人更有着一种强烈的厌世主义情节。厌世主义就是讨厌这个世界，觉得活着没劲，生命里充满了痛苦。可是大家想一想，当相信死了再来，死了再来，死了再来的印度人厌世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相信的是一世说的生命观，他相信人死如灯灭，如果这样的人厌世，问题不大，不过就是在这里忍上几十年，人生一晃就过去，几十年以后，到某一天这个人死了，那么他会认为人死如灯灭，我灭了，这个世界再讨厌，反正跟我没有瓜葛了，解脱了。如果一个人相信二世说的生命观，比如说他是基督徒，他厌世，问题也不大，也不过在这里忍上几十年，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死了之后，他认为他要等待上帝的审判去天堂了，跟这个讨厌的世界也没有关系了。如果是中国古人，同样的，也仅仅需要在这里忍上几十年，几十年以后他一死，他认为他就到阴间去找爷爷去了，与这个讨厌的世界没有瓜葛了，解脱了。可是印度人相信的是三世说的生命观，当一个相信死了再来，死了再来，死了再来的印度人极端的厌世，他跟着熬啊等啊熬啊等啊，好不容易把这几十年熬完了等完了，直到有一天邦一死，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投胎又回到这世界上来了，回来了，没走了，又跟着熬啊等啊，好不容易把这一生等完了，邦一死，怎么样？又投胎回到这世界上来了，还是没走了。因此当相信三世说的印度人极端厌世的时候，他就会很纠结，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讨厌还不在于这个世界的讨厌本身，而更在于这样一个讨厌的世界我还离不开，走不了，死了又回来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听起来就像个笑话，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在印度的古代把印度人给纠结了。因此在印度的古代就出现了一个独有的宗教话题，这个是其他民族都不可能出现的宗教话题。什么呢？就是在印度，你要想当思想家、宗教家，你就必须面临着老百姓要向你提出的一个宗教话题，就是我现在太讨厌这个世界了，请您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死了以后可以不回来了。怎么能死了不回来，就成为印度宗教的最高的宗教话题。对这个话题的回答，有的印度学者是这样回答的，说你想死了以后不回来是吗？我告诉你不可能。印度就有的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生命的死了再来，生命的轮回，这个链条是剪不断的，你永远必须跟这里轮回。说那只能死了再来，不能死了不来，那我们的现世的努力修行积德行善还有意义吗？那么这些思想家回答说也还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意义就是确保着我们下回来的时候，他的生命状态不要比这回差。比如说这一生我们好歹是2条腿，你不要来一生变成4条腿了。但是想死了不来不可能。印度就有思想家持这样的思想观点。
但是持这种思想观点的印度思想家，在印度思想家里边是极少数派。印度绝大多数思想家对老百姓提出来的这个宗教话题，能不能死了不来，对这个宗教话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可以。只要你一回答可以，马上老百姓就会问你下一个问题：方法，我怎么做就能死了不来？印度古代思想家、宗教家著作里边大量的篇幅就是在讨论这个话题，怎么做就能死了不来？印度宗教家把一个人不经过修行，因此他认为你只可能死了再来，那么死了再来的这个死叫死。那么如果我经过某种方法修行之后，能够做到死了不来，这个死了不来的这个死，印度古人就不叫死了，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 Nirvana。Nirvana 这个词的基本的含义就是熄灭，把什么灭了？把死了再来的生生死死的生命的轮回灭了。那 Nirvana 这个词对应着我们汉语是哪个词呢？在印度的这些梵文词往往都有俗语形态。所谓俗语，就是老百姓把这个词念俗了，把不好发的音吞掉了。Nirvana 这个梵文词在印度民间的俗语形态是 Nibbana。我们汉传佛教就是从这个 Nibbana 这个词音译成汉语，就是涅槃。印度宗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各位，讲到这里，我就可以对佛教下一个最初步的定义了。什么是佛教？佛教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先生，他老人家给出的，他老人家认为最有效的，能够引领着我们去向涅槃的那套解决方案。我再重复一遍，释迦牟尼的教法，我们给他下个初步的定义。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释迦牟尼先生给出来的，能够引领着我们众生走向涅槃的那一套解决方案，那一套方法跟路径。讲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我们这几讲这么长的一个讨论是从哪个词讲出来的？是从《金刚经》的名字当中的波罗蜜那个词讲出来的。波罗蜜是梵文词巴拉蜜这个词的音译。巴拉蜜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过河。过什么河？过生命之河，过生死之河。各位，这是在印度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古代的印度，人们把一个人不经过修行，他只可能死了再来，这个生生死死轮回不已的生命的状态，印度古人把它比喻成河的此岸。当一个人经过某种修行，他能够涅槃了，死了不来了，这个涅槃的境界，印度古人就叫做河的彼岸。因此大家可以理解了，什么是波罗蜜过河，就是怎么能从死了再来的生生死死的轮回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释迦牟尼老人家其实一生只讲了一件事儿，就是过河，巴拉蜜，波罗蜜。因此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佛教的典籍里边，波罗蜜这个词，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这么高。你打开大乘佛教经典，到处都是波罗蜜，波罗蜜，度。其实我们可以讲，把佛教讲明白了，其实只需要把两件事讲明白。哪两件事？就是过什么河和怎么过这条河。把过什么河
跟释迦牟尼给出来的过这条河的解决方案讲明白，佛教其实就讲明白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第一个话题，过什么河的问题。讲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一个要对佛教真正要升起信仰的人，他必须要解决几个基本的思想问题，要迈过几道坎儿。第一个问题，第一道坎儿就是对印度古人的三世说生命观的认同。在一世说、二世说、三世说这几种不同的生命观当中，你能不能认同印度古人的生命轮回的三世说的生命观，是你能不能建立起对佛教信仰的第一个思想基础，第一道坎。有人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无论如何都认同不了印度古人三世说生命观，那么对佛教升起信仰确实就是没有了思想基础，但是不是不可以来学习佛教。对于那些个认同不了三世说生命观的朋友，佛法佛教对你而言是一种知识文化，你可以把佛教当作一种知识文化来学习。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佛陀的教法是我们人类文明体系里边极具震撼性的思想，极具颠覆性的思想。这在我们后边的讨论我会充分的表达。因此我想说，即便你不能认同三世说的生命观，不能对佛教升起真实的信仰，但是来听听佛教的课，了解印度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巨人所提出来的对这世界的看法，对你也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徒，那你首先就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你对印度古人三世说的生命轮回的思想观念是否从心底里真正的认同。所以认同三世说生命观是理解佛陀教法的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你认同了印度古人三世说的生命观，你迈过了第一道坎儿，那你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生命轮回充满了苦这件事儿是不是能够理解？释迦牟尼老人家30几岁坐菩提树下证道之后，他老人家讲学40几年。释迦老人家讲学的第一堂课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生命的苦，讲生命充满了苦难，贯穿于他老人家后来40几年的教学生涯。他老人家喋喋不休的要讲生命充满了苦。他老人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总结了生命的种种的苦。比如说，他老人家总结了8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乌云炽盛苦。讲到这儿，大家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他老人家要讲生命的苦？因为你只有对生命的苦的认同，你才有一种厌离的心。哇，生命太苦了，我要解脱，我要涅槃。如果你升起了要希求涅槃的心，那释迦牟尼老人家太高兴了。想涅槃，来，我教给你怎么涅槃嘛。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想涅槃，那释迦牟尼老人家就失业了。所以学习理解佛陀教法的第二件事
就是是不是能升起对现实生命的厌离，对苦的认同。有人说，我无论如何生不起这种厌离的心，我觉得生命很快乐呀。你看我每天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大街上这么多美女，这么多帅哥，这生命多么快乐呀。我可是不想死了不来，我还想再来。那么佛陀对那些个认同了三世说生命观，但是又生不起厌离的心的众生，佛陀说，那好吧，我给你讲一部法。这部法在佛教里就叫做人天乘的法。人天乘，乘这个字其实古时候念圣，人天圣，现在大家约定成俗都念乘。人天乘的法就是说给那些个认同三世说生命观，但是又生不起厌离的心，不想趋向于涅槃的众生。那人天乘的法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你之所以生不起厌离的心，你之所以还想死了再来，原因就是你对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生命状态极度的认可。你觉得我做个人，做个我今天这样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生命很充实的人，我觉得他很快乐。你是对你此时此刻这个生命状态的认可，所以你才想死了再来，而不想死了不来。可问题是，从印度文化的观点看，当你死了以后再来的时候，你能够确保来生还能有今天这样的生命状态吗？那万一来生变了流浪狗怎么办？来生入了恶鬼道怎么办？来生下了地狱可怎么办？所以人天乘的法，佛陀就是告诉我们，你即便想再来，不想不来，也是需要修行的。修行的目的就是确保着下回再来的时候别比这回差。当然人天乘的法一方面要解决的就是确保着我们下回来的时候生命状态不比这回差，但它另一个作用就是跟众生结缘。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引领着大家走向解脱，走向涅槃。